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转述一位德国顶尖电池工程师博主的真实视频内容，全程我只讲他视频里亲口表达的核心观点，不添加、不夸大、不杜撰任何额外数据。这位博主不是普通汽车博主，是实打实的动力电池专业从业者，电池科创公司创始人，多年来深耕德国新能源电池领域，非常清楚德系动力电池的技术短板和行业现状。以往他一直认可德国造车工业的底蕴，但这一次他公开直言了一个很多德国本土媒体不愿承认的真相。在他的专业判断里，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套足以对标甚至全面超越当下德系动力电池方案的成熟体系，正在从技术和市场层面冲击德国百年汽车产业的固有优势。接下来咱们完整还原这位德国电池专业博主的全部真实解析，不带任何主观滤镜，看懂比亚迪刀片电池 2.0 真实实力，以及它对德国汽车产业的真实影响。博主原视频5大真实核心优势。在博主原视频里，他讲了5大真实核心优势。第一，原生安全优势，从材料层面解决德系电池的通病。博主在视频中明确讲到，目前德国奔驰、宝马、大众所有主流新能源车型统一搭载3元锂电池，这是德系电车的核心痛点。他解释，3元锂电池化学性质活跃，稳定性差，车辆发生碰撞、挤压、高温冲击时极易触发热失控，起火风险是行业长期难点，而德国车企没有从根源解决问题，只能依靠外壳防护、隔热包裹等被动方式避免风险，属于治标不治本，先天材料短板无法突破。反观比亚迪 2.0 刀片电池，沿用磷酸铁锂体系的原生安全属性，搭配全新迭代的电芯结构设计，从底层材料上杜绝了3元电池的热失控隐患。这位博主强调，这是刀片电池最核心、最碾压德系电池的优势，不需要靠复杂防护结构保命，材料本身就足够安全，这是目前所有德系3元电池做不到的核心差距。第二个核心优势，比亚迪超快充技术代差，彻底解决德系电车补能短板。关于快充能力，该博主直言，德系车企在动力电池快充赛道上已经和中国新一代电池技术拉开了代际差距。他在视频中确认，比亚迪 2.0 刀片电池完成了快充技术的重大突破，实现了快速补能体验，日常补能速度可以媲美燃油车加油，彻底告别传统电车的充电等待焦虑。他多次提到，比亚迪的闪充只需要9分钟就能把电池从 10% 充满到 97%， 而且比亚迪正在德国全面铺开闪充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欧洲用户最关心的低温场景，博主专门指出，德系3元电池在低温环境下充电功率会大幅衰减，充电速度大幅变慢，这是欧洲车主冬季用车最直观的槽点，也是3元电池的物理极限。而比亚迪刀片电池 2.0 的温控系统全面升级，低温快充稳定性远超德系3元电池，在德国、北欧的严寒环境下，实用性吊打所有德系在售电车。同时，博主提到，行业普遍认知的大功率快充伤电池问题，在第2代刀片电池上得到了有效解决，快充不再以牺牲电池寿命为代价，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这是德系电池完全无法实现的平衡。第3个核心优势，低温性能碾压，适配欧洲严苛气候。作为深耕欧洲市场的电池专家，该博主表示，低温续航和低温稳定性是欧洲新能源车型最硬核的考核标准。德系3元电池最大的短板就是耐寒性极差，冬季低温环境下容易大幅缩水，真实续航暴跌，这是整个德国新能源行业公开的硬伤，也是消费者吐槽最多的问题。而比亚迪 2.0 刀片电池针对低温场景做了全面优化，低温容量留存率、续航稳定性全面优于德系3元电池。博主总结，在欧洲真实用车场景下，
刀片电池的实际体验远胜所有德系动力电池方案，更适配欧洲本土气候。第4个核心优势，超长循环寿命，彻底拉开用车成本差距。该博主在视频中重点对比了德系电池与比亚迪刀片电池的寿命差距。他介绍，德系车企搭载的3元电池循环寿命短，整车使用几年后就会出现明显的容量衰减，后期电池更换成本极高，是德系电车隐藏的高额用车成本。而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大幅提升了充放电循环寿命，整车耐用性、长期稳定性远超德系电池。对于普通家庭用户而言，电池寿命基本可以覆盖整车使用周期，几乎无需担心后期衰减和更换成本。除此之外，博主特别提到刀片电池无辜的材料体系，摆脱了高端钴矿资源的依赖。相比高度依赖钴矿进口、成本波动巨大的德系电池，拥有更稳定、更低的生产成本，长期经济性优势非常明显。第5个核心优势 ，CTB 一体化结构，重构德系传统造车逻辑。在结构设计层面，博主指出了德系造车思维的固化短板。德国车企一直采用传统的电池模块化堆叠方案，电池包与车身分离，结构冗余，零件多，车身重，还会占用大量车内空间，是德系电车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陷。而比亚迪 2.0 刀片电池搭配全新迭代的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精简了大量冗余结构，将电池与车身深度融合。该电池博主总结，这套一体化设计同时实现了车身刚性提升、整车轻量化、车内空间优化3重优势。在结构集成度、整车安全性、空间利用率上全面吊打德系传统电池封装方案，是德国车企目前根本无法量产落地的技术。接下来他说到行业深度，博主原视频3大产业冲击观点。第一层冲击，终端市场，德系电车核心优势崩塌。博主分析，燃油车时代，德国车靠品质、稳定性积累口碑，垄断欧洲市场。但电动化时代，消费者的评判标准彻底改变，电池安全、低温续航、补能速度、用车成本成为选车的核心标准。而这几项核心标准全部是德系电车的短板，也全部是比亚迪 2.0 刀片电池的强项。这就导致大量欧洲消费者不再为德国制造的情怀买单，原本锁定德系电车的用户正在持续转向搭载比亚迪刀片电池的车型。博主直言，欧洲本土车企现在正陷入两难死局，自研对标刀片电池的技术起步太晚，积累不足，外购外部电池又会丧失自身核心技术壁垒，品牌优势持续弱化。第2层冲击，德国本土动力电池产业链面临危机。博主在视频中讲到，近几年德国大力扶持本土电池产业链，大众、宝马纷纷重金自建电芯工厂，目的就是摆脱外部技术依赖，实现电池自主可控。但德国本土电池产业存在致命短板，没有完整的垂直整合产业链，上游原材料、核心技术、生产设备高度依赖外部，成本高、效率低，完全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反观比亚迪，拥有完整的全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从电芯研发、生产到整车集成，全链路自主把控，成本和品质优势碾压德系本土产业链。同时，博主预判，随着比亚迪刀片电池逐步对外供应，欧洲大量车企会选择性价比、安全性、适用性更强的比亚迪电池。德国重金布局的本土电池工厂未来会面临订单不足、产业闲置的巨大危机，整条产业链大概率未成熟就被市场淘汰。第3层冲击，德国100年汽车技术话语权松动。博主提出了最核心的行业观点：100年以来，全球汽车技术标准基本由德国、欧洲主导制定。内燃机时代的技术壁垒让德国稳居全球汽车工业顶端，但电动化彻底改变了赛道，电池、电控、车身一体化成为新的核心壁垒。在这条赛道上，德国车企彻底掉队。
比亚迪 2.0 刀片电池不是单点技术突破，是一整套成熟、可量产、可迭代的完整解决方案。如今，全球动力电池的技术参考标准正在逐步参考中国电池企业的成熟方案。德国坚守100年的技术话语权正在被逐步稀释，重新洗牌。最后，该博主给出了客观中立评价。博主也客观理性地表示，不能直接否定德系车企的实力，在底盘调校、整车豪华质感、品牌积淀、高端市场运营等领域，奔驰、宝马依旧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高端豪华车的基本盘短期内不会彻底失守，但核心差距在于，电动车的核心是电池，电池就是新时代的动力心脏。目前德国车企落后的是一整套底层技术体系，不是简单改款堆料就能追上的。从零研发一套对标比亚迪刀片电池的技术，搭建完整产业链，需要漫长的周期。而比亚迪的电池技术还在持续迭代升级，此消彼长之下，德系车企的追赶难度会越来越大。未来比亚迪电池外供全面放开后，德国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会被进一步压缩。好的，朋友们，以上是这位德国资深电池工程师的真实专业分析。总结下来，在他看来，比亚迪 2.0 刀片电池凭借安全、快充、耐寒、长寿、结构集成的5大核心升级，精准击中德系电车的所有短板。这项技术不只是一款优秀的电池产品，更是一套重塑行业规则的解决方案，正在从终端市场、本土产业链、技术话语权3个维度持续冲击德国100年汽车工业的根基。燃油车时代，德国领跑全球，但电动化浪潮下，汽车产业的格局已经彻底改写。好的，大家觉得未来德系车企能否追上中国电池技术的迭代速度？欧洲新能源市场的格局会不会彻底重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观点，点赞订阅。接下来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原视频下大量网友的评论。目前该视频上线仅1天，观看量已经超过18万，评论快900条了。对于专业视频，已经算人气很高的了。看第1条视频，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不过在我看来，比亚迪也投入了巨量资源用于电池研发。反观我们本土车企，那会儿多半还在埋头钻研怎么让内燃机满足欧7排放标准吧。继续往下，逆向工程其实一直都是中国惯用的伎俩，时代真是变了。好的，朋友们，对于此类典型德式观点及不愿承认中国进步，该博主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他跟帖说，其实不管在哪儿，所有企业都会做逆向工程，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本来就是行业常规操作。上面那位不愿承认中国进步的帖子啊，下面有50多条跟帖，与该博主一样，大多数人不同意那位楼主说中国人只会逆向工程的观点。这些跟帖都站在这位博主这边。比如我们看这个跟帖，德国人也并非所有东西都是自主发明的，当年蒸汽机就是靠逆向工程山寨英国人的。这位网友，比亚迪创立于90年代，这件事和所谓逆向工程毫无关系。磷酸铁锂技术诞生于美国，却是在中国完善、优化成熟的，许多其他技术也是如此。继续往下，相信我，德国车企在此之前就已经心存顾虑了。再往下，能在20分钟内把电量从10%冲至80%，就算优秀水准了。可惜很多德国车企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下一则，错失创新机遇算是德国的一大特色了。继续往下，多年来大家本该清楚，电动车才是未来。可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却始终将电动车视作廉价电子垃圾，认定它根本无法普及。与此同时，在德国本土最重要的支柱产业领域，我们已经被各国远远甩开，却还在疑惑问题出在哪儿。德国诞生过许许多多出色发明，但如今反倒像是独创了一项本事，那就是
刻意无视，白白错过各类创新机遇。这位德国车主买了一辆比亚迪，我们看他的感受。他说，我现在开比亚迪元 Plus， 这车特别好用，实际续航接近400公里，售价不到3万欧元，整车质保6年，电池质保8年，还不够香吗？我当初白白苦等德系车企，结果这个价位区间的德系车彻底让我失望。现在我对这辆比亚迪车非常满意。下一则，快充速度远比超大电池容量重要得多，我宁愿标称续航400公里，几分钟就能充满，也不想车虽然能充够跑1000公里的电，却得在充电桩耗上半天。比亚迪这套闪充方案很实用，需要的话2分钟就能补能，和燃油车加油体验差不多，就好比油价高的时候不用加满，按需补一点就走。再往下，视频中还有2大核心领域没有提到，德国已经落后10年了，那就是车载软件与人工智能。下则，实在令人汗颜呐！就在不久之前，还都是中国全部山寨我们的，如今局面彻底反过来了。继续往下，2007年那会儿，我还纳闷，怎么那么多中国人在德国大学里读电气工程专业，读完后就直接回国。现在我总算找到答案了，德国知识点评，这是很典型的德国营学。他们认为中国人做的再成功，都是因为德国。中国留学生偷窃了德国技术，然后被中国招回国，才造得出此类车。还有以前有的德国主流媒体甚至说，中国留学生准许来德国留学，学什么专业，以及学成之后被迫回国，都是政府强迫或政府主导的。一句话，中国人一切都受到控制。对此类报道，现在我根本就懒得搭理。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好，相当于他们的媒体给德国人自己洗脑催眠。好的，我们再往下。很可惜，有不少怀旧派始终执着于燃油车，甘愿把技术优势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继续往下，也就德国人能把本可以顺利完成的事搞得一团糟。看看柏林新机场、斯图加特 S21 铁路项目就知道了。再往下，这世道完全颠倒了。如今，身为全球顶尖工业国的德国，科研人员反倒要拆解研究中国高科技产品，用来学习借鉴。几十年以来，情况都正好相反。下一则，比亚迪干脆占领欧洲市场吧，给我们带来性价比高、不漫天要价的汽车。继续往下，以我的亲身感受来说，充电速度比续航里程重要得多。跑高速能有250到300公里，续航就够用了。开完这段路程，我本来也会休息。如果只需要10到15分钟就能把电充到80%，那就完全足够了。再往下，虽说挺遗憾，但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德国车企已经错失良机，无力回天了。下一则，你视频里展示的技术进步实在令人惊叹，让人对电动车的未来充满期待。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有些惋惜。德国车企在相关领域始终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追赶，不管是动力电池，多数车企都只能外购电池，无法自研自产；还是车载软件，2大关键板块都存在短板，而这2项恰恰是角逐中国市场的核心要素。大众汽车如今也意识到了这点，在中国推出了首款整车连同车载软件全部本土化研发制造的车型。单软件本土自研这一点，放在过去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明软件研发不像整车制造那样存在诸多客观阻碍，我们的推进速度却依旧缓慢。我认为必须正视现实，汽车行业龙头已经完成更迭，德国车企如今的差距越拉越大。继续往下，不得不说，比亚迪的策略实在高明，各位得抓紧跟上步伐，创新不能只停留在空想，必须落实到实处。再往下，20年之后，中国的技术在我们眼里会如同科幻作品一般超前。
而大众汽车却只会利用这段空档期，继续为当年造假排放的柴油车四处游说造势。下一则，除了比亚迪、极氪和宁德时代之外，中创新航也推出了一款超快充方形电池。小鹏已经在多款车型上大规模搭载这款电池。好的，继续往下。我们如今已经落到这般境地了，现在反倒要拆解中国的技术产品来取经学习，从前完全是反过来的局面。好的，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比亚迪正在彻底颠覆德国汽车市场，价格优势，大众工厂接连关停，裁员超10万人，还有比亚迪即将向大众抛出收购邀约。当然，比亚迪技术层面的过人之处也很值得一看。非常感谢分享。我希望现阶段不会因为各种突发状况被迫换电车，单靠电池驱动的车型，我认为目前还不算完全成熟。至于我没法充电，本身也买不起新车，这些问题暂且先不提。好的，这条评论是很有代表性的德国人的评论，因为很多人目前的认知程度还达不到，还是认为电动车不如燃油车成熟。另外，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德国人生活水平下降，同时生活成本上升，很多人根本没钱换车。最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还有相当比例的人迷之自信，他们还是认为德国车就是比中国车好。其实稍微了解一点趋势的人都知道，德国电动车里核心技术几乎都是中国的了。真有必要花更多的钱？有的时候是花双倍的钱买本来就是中国制造、中国技术的东西吗？如果真要买所谓纯德国制造的电动车，其实它的技术反而更不如中国。这个视频的德国专业博主刚才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好的，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谢谢大家。